Hello， 大家好。最近 Kelvin 不停的跟我念叨，想要吃油条，想要让我去做油条。我推脱了很多次，因为我觉得会把厨房弄得很脏，所以我就不想做。但是近来在家里真的，因为隔离在家里嘛，真的很闲，所以就拿出我的工具来摆弄油条吧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配方，因为我之前试过很多不同的配方，都不一定能够炸出那种酥脆并且很有空气感的那种油条。但是最近调出了一个配方，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。炸了很多锅，每一锅的油条都可以烹得很厉害，都可以非常酥脆，有那种空洞感。我觉得非常适合介绍给大家。那么炸油条除了这个配方，做油条时候的手法，还有一些小细节都需要注意。那么今天接下来的影片里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，跟大家说清楚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的，尽量让大家可以一锅就可以炸出非常好吃又松脆的油条。我们需要面粉，中筋面粉、泡打粉、小苏打，还有盐。先把这些干的材料用筷子先把它混合均匀，然后倒入油，打一个鸡蛋。我这个鸡蛋连壳称重的话是50克。然后先把鸡蛋打散，这时候可以把水加进来，差不多没有干粉的时候，就可以用手来揉它，因为这面团很黏，最好戴个手套。揉面的时候，从底部拿起一部分面团，然后往中间的地方摁下去，全部都混合均匀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碗里面。那么这个碗里面我需要放一点油防粘。这个放在这里，可以在手上倒一些油。在它面上也拍一拍油，最后我们要盖上保鲜膜，在室温下面醒发6个小时，然后每2-3个小时回来给它揉一揉，大概回来揉2次，我们就最后6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拿来炸了。每隔2小时左右回来揉面，每一次都会发现面团可以拉得更长。揉面的时候，拉起底部的面团，按到面团中间。然后用手背揣几下面团，这个揉面的手法是和面点师傅学的，说是做油条不能像做面条一样太用力去揉面团，重复这样的动作，直到感觉到面团又变紧实了，我们就可以盖上保鲜膜，过2个小时后再回来，重复揉面1次就可以了。6个小时后我们开始做油条啦，先在工作台面上撒一些面粉防粘。然后将面团转移到台面上，分成2份。这时候的面团依然是很粘手的，刮刀上可以撒一些面粉防粘。其中1份面团可以先放在碗里，记得盖上保鲜膜。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找个大锅烧油，炸油条的温度大约是180摄氏度，最好有个温度计，可以设定温度在175摄氏度，好方便提醒我们可以开始炸了。这里可以中火加热油，留出足够的时间给我们做油条。在热油的时候，先来做油条胚子，先在手上抓一些干粉，2手抓住面团的2头，轻轻地抻长面团。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去揉面团，免得面团又变得紧实了，就炸不开。抻出一个比较长的面片之后，再用擀面杖轻轻滚过面饼。第一是为了将面皮压得再薄一些，第二是让面皮的表面平整一些。不同的面粉吸水性可能有些偏差，如果面片会粘在擀面杖上的话，可以撒1层面粉，然后拍去多余的面粉。最后就是要切小条，大约切成2厘米的宽度。
如果锅子够大，可以炸很长的油条，就可以再切得宽一些。接着把2条小面皮上下叠在一起，在面饼上撒面粉，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防止2张面皮粘在一起，避免它们下油锅炸的时候炸不开。取一根竹签放在中间的地方，用力压下去，但是不要把2个面片压断了。油温到达180摄氏度左右之后，维持中火，拿一个油条胚子，手轻轻捏着2头，轻轻拉到原来长度的2倍长。先将中间的部分放在油里炸3-4秒定型，然后再轻轻松开手。油条一开始会沉在锅底，大约4-5秒后会浮上来，这时候要拿筷子不停地给它翻面，它会慢慢发大，大约1分半左右它就完全定型了。但是它还没有炸熟，这时候我们可以准备第2根。一根油条大约炸2分半就可以达到金黄焦脆的程度，等熟熟了之后就可以2根或者更多根一起炸。如果你的油温过热的话，会导致油条很快就炸到焦黑。如果油温太低，用来炸油条，成品的油条吃起来就会非常的油。所以炸一根油条的时间最好控制在2分半与3分钟之间。最后看成品的油条，虽然没有完全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每一根都很蓬松酥脆。咱们可以切开一根看看内部结构。这些大气泡是不是很像街边吃过的油条？Kevin 还提了一句，他想要用这个油条来做炸粮。我们来试一试做炸粮。那么做炸粮肠粉的部分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，因为我们之前拍过一个片做肠粉嘛，咱们直接看结果。炸粮，我是出了国之后才吃过这种东西。有些广东点心的搭配真的是挺巧妙的。这油条如果单吃的话很油腻嘛，但是跟这外面的肠粉皮合在一起，你吃进去的时候反而是没有那么的油腻的，挺好的搭配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做油条的分享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家里试一试，特别是我们在海外的朋友，特别的想念家乡的油条，我们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做起来，给自己解解馋。那么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